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那么最新的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意大利将会最早在今年12月份正式宣布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那意大利是 G7 国家7大工业国里边唯一的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好几年前他加入的时候就被美国政府批评，说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这么做是影响我们整个集团的运作和团结。那么经过几年的教训之后，他们终于发现，看来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个巨大的错误。之前我们其实也讲过，意大利的总理、意大利的国防部长、经济部长曾经都提到过，意大利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的好处，而且还导致意大利的资金外流。更重要的是，意大利被 G7 峰会其他国家被他的盟友嫌弃，觉得你是不坚定的，你是我们这个集团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缺口，最容易攻破的一个弱点。所以意大利终于反应过来了，觉得与其如此，既然赔了夫人又折兵，那就应该换一个策略。特别是新的总理上台之后，本来他就是右派，那么他知道意大利需要在战略上转向，重新拥抱美国，拥抱整个西方世界，毕竟它是其中一员。意大利这个岛这个半岛它也不能够飘过去，飘到中国旁边，对吧？你不能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否则你两边都不是人。所以意大利终于下定决心要弃暗投明了。不光是什么刚才讲到的意大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欧美国家对中国越来越敌视，我们可以看到连他的最亲密的盟友俄罗斯人都瞧不起中国人。经过这么多年合作共赢，对吧？然后特别是在之前互相出访，然后说这个合作没有上限，甚至在俄乌战场上中国也是尽全力的帮助俄罗斯。但是结果呢？结果中国人仍然被俄罗斯人歧视。抖音上面就有中国的网红亲俄罗斯的，他们去俄罗斯旅游，结果在边境被阻拦，被各种刁难，最终遣返回国。我们昨天下午呢，准备从哈萨克斯坦呢入境俄罗斯。大概下午4点多呢，我们到了海关，叫做阿斯特拉罕。我们从哈萨克斯坦过去的很顺利，他们的一个工作人员一直跟我们开玩笑啊，你好，然后还跟我们白喝亮吃，很搞笑。我们都很开心，怀着愉快的心情到达了俄罗斯海关。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让我们觉得很奇葩的事情了，我们就一直在等，大概等了将近1个半2个小时。我说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还过不了？好，就到窗口了，每个人查验护照，我说终于可以过了。查验完了以后，把我们的护照统一收了，检查行李，而且我们的行李被检查了3次。第一次拿下来看了一眼，放上去。过了一小段时间，继续拿过来，就是让我们说再看一遍，打开又放上去。最过分的是第3次，就在我们等待的期间，第3次他要求我们把每个行李箱排列好，打开，把里面的所有东西陈列出来，包括你的内衣内裤。这个让我最生气的一件事情，没有视频。好的，然后再把所有东西物品陈列给他看，照完相之后呢，我们又陷入了无尽的等待当中。当时问所有工作人员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 ？No， 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对了，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我们的签证是在国内办好了的，旅游签证，我们的车辆所有保险过关的手续都是合法的。然后我们就继续等待，大概过了3个多小时，有人过来跟我们说1个小时以后会让你们走。我们当时说为什么要1个小时啊？我们不管嘛，就等嘛。但是过完这1个小时以后，大概已经他们中间还有交接班，可能就是到了6、7点多钟吧，然后还换班，我们就看着他们换来换去，把我们就放在一个角落里等着吧。我们就开始有点生气了。好，过来一个工作人员把我们所有人叫拢在一起，把我们的护照拿着，告诉我们现在你们过不了了。当时我们懵了，为什么 ？Tell me why？ 他说你们手续不齐全。我们的领队当时就跟他解释说，一开始我们到了以后问要不要出示什么什么，他们的人说不用，等待就行了，等着。期间过来每个人询问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询问我们每个人带了多少钱。一开始我还说你要干嘛？问我们带了多少钱。后来可能是怕我们带大额的现金哈，因为我们本来也没带多少，一个人就几百块美金。现在他跟我们说我们手续不齐全，说我们少了一份让我们过去的一个邀请函。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贷款是没有信号的，没有 WiFi 的下不了。后来我说这样，我们的领队就说我们现在连上 WiFi， 然后呢你们需要的相关证件下载给他看，然后给他看了以后，第2个理由来了，他说你们没有及时的出示这些证件，现在给我们看也没用。当时我们就说那怎么办？就是一个问题，那怎么办？然后我们一直在据理力争，争啊，最后第3个理由来了，他说 OK， 现在你们违反了移民法的规定，意思就是说我们有非法移民的倾向。大哥呀，俄罗斯大哥呀，你们在美的国家或者再漂亮的，我觉得我是一个云南人，我更爱我的云南，我更爱中国，我没有兴趣，我想来你们的国家去看去旅游，但是我没有兴趣在你们这个地方居住。当时我们一直就跟着他的争辩，没用，没办法，他就说最后一条理由就是说你们违反了移民法的规定，拒绝我们入境，然后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了这样一个蓝色的章。我不知道这个章会不会对我们以后入境会有影响，或者说我们再次入境还能不能再，因为现在我们困在这里了，我们找了一个你看床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小酒店，而且还是230块钱的一家酒店，我们先住在这里，因为我们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是在哪里。本来我们是去俄罗斯，然后转战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现在我们阻断了，我们不可能回头，我们是自驾游。然后现在我们就在等待，拍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寻求一些帮助。大使馆的电话我们也打了，也给他们说了一下具体的情况，而且最后他还要求我们每个人录指纹、照相，就是站在那里有身高那种，特别我觉得我像一个贼，被他抓了，他要来照相。然后呢，当时我们第一个人的指纹录完以后，我们剩下的所有人就说不行，我们拒绝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犯法，你就算不让我们入境，也不能这样的对待我们，把我们的行李反复检查了3次，最后一次甚至打开了，把所有物品全部陈列出来，然后现在还要录我们的指纹、录虹膜、照相，我们确实觉得自己像犯人一样被对待。后来我们说我们拒绝，他说 OK， 如果你们不做这些事情的话，那10分钟之内离开这里。我们说 OK， 最后我们离开，除了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又回到哈萨克斯坦，已经是11点半，我们整个历时了7个多小时，没有进入俄罗斯。第一次的理由说我们
没有证件。我们第2次给了他证件，他说我们违反了移民法，就是那么奇葩，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俄友谊就是那么的博大精深。期间一直跟我说啊，兄弟，我爱中国人，这个就是他们爱中国人的一个方式。折腾了我们7个多小时以后，盖了一个蓝色的章，让我们回去，就是这样。昨天的一个经历，我们现在有点懵，所以拍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想寻求一些帮助。这不就看出来了，这些中国人从小被蒙蔽、被洗脑，他们相信政府宣传的那一套中俄友谊，对吧？中苏友谊，但是结果呢？事实跟他们宣传的、获得的一些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以为俄罗斯会对中国多么友好，两个国家的会多么亲密，结果看出来了，人家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即使现在遇到了俄乌战争，俄罗斯人需要中国的援助，比过去更需要中国啊！但是即使如此，他们都是这么瞧不起中国人，都会去刁难你，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人从骨子里的那种轻蔑。如果是没有俄乌战争，对吧？俄罗斯不会陷入现在的绝境，那对中国人恐怕比现在要更差得多。所以很多人说，到了美国、加拿大这些欧美国家，可能中国人被歧视。哎，不好意思，你去俄罗斯、去朝鲜试试，你不会被歧视吗？你不会被各种限制、各种打压、各种监控吗？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国家是专制国家，它更不讲究那些普世价值，什么人权呢、法治，对吧？这些国家不会给你讲那一套，你只要让他们不爽了，他们就可以随意的扣留你，随意的侮辱你。但是你呢？你不是说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吗？不好意思，你又被骗了，你被现在各种各样的主旋律的什么战狼电影被他们骗了。其实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呢，对中国的形象打击是最严重的，就是这些中国人会觉得说他们的感情受到了真正的伤害，对吧？欧美国家伤害你，觉得这是应该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吗？可是连俄罗斯都在伤害你的脆弱的玻璃心，中国人受不了了，这对中国宣传部门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就是很多人觉得你在欺骗我们，然后中国政府就非常积极的做出了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8月5号的时候，罕见的发表了一个措辞严厉的声明，批评俄罗斯的边防人员对中国公民野蛮执法。中国政府表态是为了挽回点面子，他们要证明我们这个国家政府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啊，哪怕是俄罗斯，我们也会站出来替你撑腰。而且这里边还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俄罗斯现在身处绝境，对吧？俄乌战场上你也打不赢乌克兰的这个北约扶持的乌克兰，你也需要我们中国不停在援助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还搞这么一出？你这不是啪啪打我们的脸吗？你这不是在昭告天下，我们中国政府在欺骗人民？我们中国政府不仅在欧美国家形象一落千丈，哪怕盟友都瞧不起我们。所谓什么伟大复兴啊，什么这种宣传，不都是全部破功了吗？所以中共的大使馆、外交部门其实对俄罗斯应该是有非常强烈的不满。但是不好意思，请问这件事情是如何处理的？俄罗斯方面道歉了吗？他们甚至连回应都没有回应。就是说这件事情黑不提白不提，就像没发生一样，对吧？让你中国政府，让你中国的外交部门去发泄一通啊，在一个声明里边骂2句，我连理你都不理你，对吧？你还能怎么样？请问你中国现在还能怎么样？我就问，对吧？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讲，我现在是直接跟北约为敌了，对吧？我都已经上了战场了，你中国呢？你中国躲在我后边啊，继续偷技术啊，继续的和稀泥啊，对不对？虽然你在支援俄罗斯，可是你还另外一面呢，营造出一个跟西方友好的这个姿态。而俄罗斯现在已经被全球制裁，而且已经往前冲到了战场上，所以他能瞧得起中国吗？瞧不起中国。有本事你跟我们一起去打欧美啊，对吧？有本事你在联合国上公开投赞成票支持俄罗斯啊，对吧？就像白俄罗斯一样，你敢吗？不敢。敢站出来说，我们就坚定地维护俄罗斯的领土完整，我们坚定支持俄罗斯这个伟大复兴啊，我们支持普京政权，我们是站在一起的，我们是好哥们儿，敢吗？还是不敢。甚至很多中国的国企在配合美国在制裁俄罗斯，所以俄罗斯能瞧得起中国才怪呢。而且俄罗斯人也非常清楚，这个全球的大趋势是中美冷战，是中国跟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各方面的全面冲突，所以中国没有任何选择。我就算侮辱你的国民了，侮辱你的韭菜了，你能怎么样啊？你还得帮助我们俄罗斯，你还得支持我们俄罗斯，否则的话你就是孤家寡人，对吧？你没有俄罗斯，
你中国自己一个人单独面对整个欧美世界，那你下场不会比俄罗斯更好。所以俄罗斯实际上已经手握中国的软肋，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不是我们俄罗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担心中国会偏向欧美，而且他们也非常清楚中国政府的什么表态都是做样子，中国政府从来不会关心自己的人民，只是把自己的人民当作韭菜，就像普京把俄罗斯人当作韭菜一样。大家都是独裁者，大家都是把这些人当作韭菜，谁也别说谁，对吧？大家心知肚明。所以说看到中国大使馆的这个严正声明，估计俄罗斯人也会笑一笑，就是你这个表演不错啊，装得很好，但是到此为止，你也不会做什么事情来真的为这些受到屈辱、不公正对待的中国人去做些什么。中国政府果然除了写一个声明以外也无能为力。别忘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成立的，是谁成立的，是哪个组织的分支，他们头上的老大哥到底是谁？你是我的小弟好不好？黑社会老大扇小弟2个耳光又怎么样呢？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从古至今，可以说苏俄或者是俄国人早就把中国人拿捏得死死的了。我们都说日本人特别了解中国，我觉得除了日本以外，还有一个最了解中国的就是俄罗斯，就是俄国人。可以说没有苏联就没有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境外敌对势力就是苏俄在中国的分支，渗透的工具，推翻了过去的政府和所有的当权者，最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个国家的基础就是苏俄的援助，而这个援助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里到外，全方位的援助。它不光是给枪给炮给钱，它还出人，还出培训，还出理论，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全方位的支援，才出现了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要说俄国人曾经侵占了多少曾经属于中国的领土，虽然那个时候不叫中国，所以这个国家是永远在俄罗斯人面前抬不起头的。所以中国人去俄罗斯完全是自取其辱，一点不值得同情。我们北方这个邻居俄国，他们既是中共党国的救世主，也是中国人的奴隶主。如果你认清了这一点，你就知道在俄罗斯你被刁难、被拘留、被审查被侮辱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了。其实在西方世界跟中国在经贸上的交流都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越来越差，另外一方面就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冲突，这是不可逆的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短期的经济利益的一种诱惑不在，那么长期的地缘政治冲突和价值观意识形态冲突就浮上水面了。那么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统计，说中国过去花了上千亿美元在全球进行大外宣的拉拢和统战活动，但是结果呢，几乎是满盘皆输完败美国。这篇文章的副标题说，习近平实际上上台之后一直在加强软实力的努力，然后重新塑造全球的一个国际形象跟民意的形象。但是即使如此，习近平投入越来越多，但是效果却越来越差，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敌意越来越深。所以他觉得说，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讲，美国完胜中国。其实中国在宣传上面投入更大，对吧？收买的人更多，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却越来越被人反感，越来越被人敌视，朋友越来越少。那这种投资比越来越差，就有点像在经济上，就是中国政府在经济上也是这样，它投入越来越多，大水漫灌，对吧？然后降息降准，各种的经济刺激、财政刺激，但是结果如何呢？过去这10年，中国经济每况愈下，这跟政治上的这种投入越来越多，效果越来越差，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不管是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的投入越来越多，反而效果越来越差呢？对吧？根本问题就是它的模式是错的，它是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大趋势的，所以它投入越多，反而是它加速越快。但是很可惜，这个加速是倒车，对吧？那你越踩油门，可不就是倒得越快吗？所以说，关键问题出在不是它投入的不够多或者不够重视，而是它的方向根本就错了。它的方向应该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人性，越来越拥抱普世价值。你通过各种各样的做法来让别人认为你是一个良善的力量，
而恰恰相反，他们现在做的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内的镇压，对外的战狼，他是在打造一个新的帝国主义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是越宣传你的这个臭名越昭著，对吧？你越宣传你的臭名越远扬。但是我们看清楚了他的方向错了，那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但是为什么他改变不了呢？因为他的体制决定了，就是中共的这种集权体制。他认为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这个党国体制就会崩溃，他这个共产党对全社会的管控就会松懈被瓦解。那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就失去天下，失去天下的话，天下大乱这是他们的看法，这是他们现在所处的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他只能在内忧外患当中加强集权，而这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导致经济越来越差，跟西方的关系越来越差，最终还是会走向全面的溃败。我们希望的是长痛不如短痛，对吧？因为他如果集权的话，他如果走向最后他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崩溃，那个时候可能会制造出巨大的灾难，巨大的人道灾难，甚至战争。但是如果现在他就开放全面的这个解除党禁，像当年国民党在台湾这样的做法，那至少台海战争不会爆发了，对吧？核战争可能不会爆发了，当然也可能会出现秩序上混乱，但是相对来说会比他被逼无奈的时候被推翻彻底瓦解要强很多。所以都是死，一个是现在死，一个是未来死。现在死造成的损失小一点，未来死造成损失更大。当然我们希望他早点死，可是问题是对他本人来讲，就是这个体制来讲，他当然不是这么想的。他当然说能活一天是一天，对吧？他能延长一点寿命是一点，这是他的生存逻辑。所以他不会在乎说我真的这个党国体制崩溃的时候是对这个社会造成大的损失还是小的损失，这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他的考虑范围内是我尽可能的拖延死亡的时间。而今天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现在已经是在死亡名单上了，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加入会员来支持我。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